嗯嗯嗯嗯，伟哥拆快递，伟哥拆快递，生活甜蜜蜜。兄弟们，伟哥的 SS86擎天柱终于到了。虽然伟哥是加钱买的，伟哥也算是等了好多年了。这个包装盒呢，伟哥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次了，我愿称之为变形金刚最强峰会。整个包装的长宽和86的通天小是完全一样的。打开包装是大哥的本体、车厢和配件，背景板是86电影的汽车人乘，人形全高18厘米，重220克，和小弟们放在一起看比例也特别和谐。说到这里，伟哥也必须换一身汽车小弟的衣服了。怎么样？我皮蜘蛛永远是荣誉汽车人。这身面料伟哥觉得很好看，轮廓尤其是口罩不像 T1 和 MP44 那么长，口罩的线条和电影的设定也有点区别，有点像 G1 早期的样子。不过这两种我都觉得挺好看的。之前听人说天线出，不过伟哥觉得倒还好，而且毕竟是儿童玩具嘛，要考虑安全性。这么说起来搞不懂孩之宝 SS 系列号称是给8岁小孩子玩的，可是有几个看过86大电影的还是8岁小孩啊？现在买变形金刚的不都是大朋友吗？再来看看外形，人形的正面非常帅，身形比例几乎毫无缺点，对大哥的领袖气质还原得非常到位。材质和涂装也很漂亮，乍看上去有点缩小的 MP44 的感觉。硬要说的话，和壮硕的身体相比，手和脚掌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小，小腿这里其实是方方正正的，但是为了还原喇叭裤的外形，这里做了一个弧形的切面，正面的视觉呢就变得很舒服。伟哥这个车窗这里有点脏啊，好像是中奖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玩孩之宝的哪能不中奖呢？相比几乎完美的正面，背面呢就有点拉胯了，整个后背全是各种空洞和凹槽，背包也有点大，整体显得很破碎。其他呢，像是车窗凹陷的外露、缺少侧裙架、手肘空洞这些小问题，伟哥觉得都可以接受。递出了擎天柱，伟哥在仓库下面实在掰不出来了，反正网上都说好，但伟哥觉得一般吧。我们还是拿它和这个魔方柱和这个 T1 柱对比一下子哈。MP44 伟哥也找不到了，救命！谁来救救我的仓库？不过 MP44 那种4S 签的价格也不具备对比性嘛。我们把 SS86 擎天柱放大到和魔方 T1 同样的尺寸来看，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伟哥觉得 T1 柱最大的问题呢是大腿不能旋转，还有一些水口工艺的问题。魔方呢哪都好，就是材质太差了，像是那种很廉价的塑料。那 SS86 柱嘛，正面满分，背面0分。可动方面大概算是中等偏上，整个玩具的手感非常好，涂装呀、材质呀、重量还有边缘的这个倒角都恰到好处，哎，拿在手里盘真的很舒服。就是伟哥这个高架柱的右腿有点松了啊。顺便说一下，被吹上天的 SS86 钢索，我那个左腿特别松，变了几次以后就肌无力了。大哥的头部球关可以360度，左右侧摆幅度都很小，手臂平台90度，手肘前屈90度。大臂可以旋转。一开始我以为手臂这里不能往前拉伸，然后结果发现这个后肩膀打开，然后会有个卡扣，这里看到了吗？这里往后也是可以掰开，不过需要一点巧劲啊。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个卡扣的。然后手的话，拇指不可动，食指有单独的可动，其余3个手指头是一体的。腰部可以360度旋转，前后左右都没有可动。大腿的前踢、旁踢、后踢都可以到达90度。大腿可以旋转，屈膝的话超过了90度，这一点还蛮好的。这脚掌是可以向内翻着的。我们来摆一个大哥的弹射 pose， 帅不帅？然后胸口这里的话要用指甲打开，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能源宝了。诶，这个时候通二哥也要说话了，你有能源宝，我也有能源宝。你那个是母的，我这个是公的。小帅哥这有能源宝，咱赛博团最不缺的就是能源宝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变形过程。来，小手收进来。我们把这个胳膊上抬，开始转腰，当转过来。转过来以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牛牛给放下来。我们先过来拆这个背包，把这个腰子抬起来。把这个抬起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胸变到后面，一定要记住物归原位啊！把大哥头藏起来。藏之前，我们把这个它的天线
哎，掰一下角度啊，藏进去。最恐怖的一步来了啊！刚开始伟哥变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按，大力出奇迹，不要怕啊，大的摁。把这个车窗叶给盖上去。这里其实有2段关节，第一步是先放在中间，这样平过来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边也是，先平啊，你看啊。我们来经典的大哥变胳膊的步骤啊，我们先把这个镂空的部分先旋转180度放到前面，然后呢，放过来，这儿有个卡扣啊，到时候会卡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先把胳膊先放下来，看这儿有个卡扣，扣在一起啊。我们先扣这里，再扣上面啊，然后把它都摁进去。这个车头的后部分我们就变完了，接下来变这块背包。这块背包其实是最好变的，因为它是各种叠叠乐啊。往下，这块不是空了吗？直接盖上去就好了，直接给它盖上去。把这个进气格栅打开，它里面其实有长一截哦，然后给它盖上去，变这个脚部分哈。打开以后，这2个地方啊是一个凹面一个凸面，我们需要给它抠出来啊。这儿一会儿要合上，所以它要平行啊。打开，盖上，打开，盖上，脚捏下去，合上以后，我们把车尾掰一下，这个简单的卡扣。我们来继续变这里啊，这里是又简单又巧妙。这个车尾灯给它合上。下一部分我们解决这个喇叭库，别的擎天柱其实这一部分都是比较复杂，但是它这个真的很简单，你看，就这样，简单哦。缺个什么？缺个侧轱辘，是不是？就这么一翻，出来了，一翻，一摁，你看，烟囱给调正了。这个大哥就完成变形了，再把这个车厢一装，大哥的伪装形态就已经变形完成了。这个卡车形态非常干净利落，车尾很平整，车厢也够大，比地出那个小车厢看着舒服多了。整个变形过程，伟哥觉得还挺舒服的，整体不算太复杂。上半身变形有一点点碎，个别关节部分特别紧实。腿部的变形呢，非常干净利落，又简单又兼顾了车体的美观，既不是地出那种完全不顾车体的一趴变形，也不像 T 和 MP 之类的为了还原外观变得很复杂。尤其是小腿只是翻转了一下，就解决了大哥喇叭裤、车轮收纳和大腿变形的问题。我就知道你们这会儿又该说妙啊！伟哥一直认为，保证外观还原的前提下，变形步骤越少，越能体现它的设计水平。这方面 SS86 擎天柱确实是维护了孩之宝的脸面。估计很多设计失误，接下来也会被各种第三方借鉴，修正一下官方的各种问题，再搞一波。总结一下 SS86 擎天柱还存在一些小遗憾，但可以说它的人形、车型、变形还有它的可玩性上都做到了很好的平衡，非常适合在桌上随手把玩，能让你经常玩的玩具才是好玩具嘛。而且随着大哥的登场， SS86 系列终于展现它真正的价值了。比如说，咱可以把这个通二哥、小美女、小帅哥、老头子、碎嘴子这么摆成一排，你们觉得还缺谁呀？当然是感知器啦！这伤恐怕是致命的，致命的。对了，伟哥这里还有个激光鸟。大家快闪开，它要爆炸了！哎呀妈！太好玩了，伟哥就现在盼着 SS86 系列搞快点出，什么老威啊、金破天啊、大力神呀 ，Take my money, take my money。伟哥其实呢也算不上什么变形金刚的硬核玩家，只是这些年不知不觉也买了不少。我以前就喜欢这种大尺寸的，但是你们知道大尺寸一般变形步骤就很复杂。
像 MP44这种，伟哥这个瓜老壳真的变不明白。NA 和 SS86是伟哥现在还在追的，这次 SS86擎天柱的推出，可以说把这个系列价值提高了一个台阶。大货如果在500到600之间，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。我手上这个是香港展会上提前发售的，目前这个价格已经炒到了1200块，这个价格完全不值得大家去购买哈。大货发售应该是在9月份，官价好像还没确定，有意购买的朋友不妨再等等啦。最后呢，也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用，也希望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不妨放一个大哥在你的桌上，让他的光芒照亮我们最黑暗的时刻。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